买投影机的你是在为画质、亮度还是性价比发愁呢？今天我们来一场三强对决，大眼城 CED 高亮版、小明的 Q5 Pro 和 Redmi 红米的3 Pro， 这三款1000元价位到底怎么选？5分钟看完，答案全知道。嗨，大家好，我是小鹏。选择这三款也是因为他们在1000元单 LCD 中非常的有代表性，也都是各自的旗舰款。大眼城 CED 高亮版这次采用了双臂可调云台，带来更多的安装可能性，不管是壁挂或者是吊装还是桌面都能够投，最大支持到210度俯仰调节，可以满足日常几乎任何环境的。而小明和小米在这方面的灵活性呢，就没那么高了。小明的单臂稳定性不如大眼城，安装容易造成左右高度不一致，而红米这台不带云台，实用性较他们两个来说是稍显不够的，对安装环境要求就更高了。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根据家里情况判断。既然是投影，画面当然是最重要的。大眼城 CED 高亮版、红米3 Pro 和小明的 Q5 Pro， 它们都采用是封闭光机，品牌和售后服务都很不错。说实话，你买哪个其实都错不到哪里去。不过呢，借今天这个视频来看看它们画面风格上有哪些特点，我们来对比一下。好，直接上画面吧。全部为开机机用配置，不调任何参数，同相机、同幕布环境下的实拍对比。这里呢，我先卖个关子，我先不说哪台是什么机器，你们就自己看，也不谈什么对比度颜色这些。最直观的这里就是先看亮度了。我这里也找了一些一眼就能够分辨出来的画面，方便大家去辨识。尤其是这一段对亮度的要求非常的高，大家可以看看他们三个的表现。好，看完亮的，再来看看暗场表现，也就是黑色部分，还有这些颜色什么的。三台机器调教其实都各异，选什么风格的都其实可以。好，盲猜游戏我们就结束了。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谁是谁。左上角1号为大眼城 CED 高亮版，旁边的2号为红米3 Pro。最后一个就是小明的 Q5 Pro 了。前面我们提到了亮度，他们各自厂家标称的为大眼城 CED 高亮版是700的 CVIA 流明，小明 Q5 Pro 为600 CVIA， 红米3 Pro 为400的 CVIA 流明。虽然他们三个都是原生 1080p 投影，不过仔细对比还是会发现有些许的差异的。比如我们看这样的文字，大眼城 CED 高亮版优势还是很明显，这也是得益于它自家搭载全玻璃镜头和全新的华星光电超透 LCD 屏幕。LCD 这块完全也就是看各自的硬实力了，所以同样的原生 1080p 单 LCD，实际表现也是有差异的。其实投影机在1000元这个价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亮度，在足够控制成本的情况下，保证要达到一定的亮度才行。这个和我之前给大家看的那些万元甚至是几万的高端投影机是不一样的。高端投影首先他们的起点就已经非常高了，你们会发现他们并不会一味的去追求高亮，会在色彩、对比度和亮度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然后每家调教呢不一样，喜欢哪一个呢就看自己的喜好。而到了我们现在这三台的1000元机，大眼城 CED 的高亮版暗部细节调教和亮度方面就更有优势，这也使得画面不会那么的扁平，富有立体感。而红米的调教方向不一样，更倾向于色彩，颜色就稍微浓郁一点。小明 Q5 Pro 折中。前面我们说过，1000元机首要就要解决保证先看得到，再来谈其他的。
然后说到对比度，3台机器分别是大眼层 CED 为2800:1，红米3 Pro 为1000:1，小明为2000:1。对比度这一词的专业解释，它是这样的啊，它指的是一幅画面中明暗区域最亮的白和最暗的黑之间不同亮度层级的测量。那么我们在相同亮度下，比值越大，画面的细节就越多，色彩表现呢就更丰富。比如我们来看这段视频，这个夜间非常复杂的环境，注意这几个窗户，对比之下，大眼层 CED 高亮版细节是最好的。再到左边的球场，包括上面的公路，这段视频非常考验投影机，尤其是在几台机器对比之下，几幅画面你就能清晰的看到它们3个的画面表现力的不同。大眼层 CED 高亮版的2800:1确实在细节上是更好的。好，我们再来一个非常极限的画面对比，看看暗场部分。大家要注意看这个手背上，还是大眼层 CED 高亮版细节保留的最好，可以看得清楚，而不是一团黑。小米呢，它的黑是够了，但细节丢的也是最多的，小明则折中。画面部分那我们就到这里了，下面来实际听一听他们3个的内置喇叭到底怎么样。我在高端投影机视频内容中经常会提到直接搭配组合音响或者是高端回音壁，而1000元入门投影用户非发烧友，机器内置声音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好，这里建议大家戴上耳机。冲过旷野的风，你们携走。最后简单提一下系统，大眼层 CED 高亮版使用海思 V352 芯片，2G 内存和32GB 存储；红米3 Pro 是京城 T950D4 1.5G 内存和32G， 而小明的 Q5 Pro 用的是联发科的 MT9660。2G 加32GB， 日常的系统流畅性其实都还不错，区别呢也就是在 UI 设计上了，这个就见仁见智了。再就是投影调节部分，它们都可以满足普通用户无脑的上手，自动对焦啊，什么自动梯形矫正啊，等等这些我就不演示给大家看了，也都是这个价位的一个基础配置，没什么特别的。这次的内容稍微的有一点长啊，也是想让大家能够一次去看个明白，选择自己喜欢的那台机器。如果你都看到了这里还没有离开的朋友呢，还不赶紧一键3连走一波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小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